赵明轩，说好了这5000块是给我弟弟娶媳妇儿的，你竟然私自动用，买了这么个破破烂烂的屋子。媳妇儿，这间铺子紧邻老码头和集市，按照现在的市政规划，不出5年，这一片必然会翻新扩建，房价至少翻3倍，这是稳赚不赔的买卖啊！扩建个屁！就这破屋子一股子霉味，我多看一眼都嫌脏。我警告你，立马把这个房子退了，把钱给我弟弟送去，不然别怪我跟你离婚。那不行啊，雅雅，哪说离婚就离婚的啊？咱们有话好好说。咱俩结婚3年，家里的每一分钱都是我起早贪黑跑古玩挣来的，我从来没亏待过你。你给你弟花钱我没拦过，但是这个房子你信我？好啊，反正我说话你也不听。明天早上8点，咱们直接去民政局离婚，谁不去谁是孙子。这房子地处江汉平原最中心的位置，从传统风水格局来看，是藏风聚气的旺地，无论是经营还是保值，都是上佳之选。赵明轩，我看你是反了天了，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，非要买什么破房子，现在闹得要离婚，你是不是疯了？儿子，妈求你了，你把房子退了吧。爸妈，房子已经全款付清，过户手续也已经办完，退不了了。你们相信我，这房子以后一定会给咱们家带来好日子。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他们只看到这房子破旧，梁柱不过是普通的老松木，可我搞古董鉴定这么多年，一眼就看出纹理不对劲。战乱时期，原主人为了保护它不被觊觎，刷的劣质深色油漆，实际上它是金丝楠木。我真是瞎了眼，嫁给你这个蠢货，花5000块买个破屋子，把家造得一分不剩。还好离了，总算摆脱你这个没眼光的窝囊废。是啊，还好离婚了。这屋子全用的金丝楠木，质地坚硬有韧性，绝不能随意挪动，不然会损伤纹理，影响价值。李老爷子这间破屋子竟然卖出去了，墙皮掉得厉害，里面又脏又乱，不知道是哪个冤大头花5000块买这么个烂摊子。可不是嘛，听说因为买这房子，老婆都被他气跑了，5000块买这么个破地儿，把家都赔进去了，真是脑子进水了。从之前古董店出来，我练了手好眼力，就是缺靠谱货源。这位置好，不如收拾干净开家古董店，等回头去淘点宝贝。这桌子看着不算重，怎么会拉不动？难道下面卡东西了？哎呦，不好意思啊，兄弟，是不是我们说的话戳你心窝子了？姐说话直，你别往心里去。哎，看这箱子的做工和锁扣，里面的东西绝对不简单。这房子我真是捡到宝了。成化年间的青花瓷瓶，怪有精品，这种品相有市无价。成化斗彩碗前些年就卖到了10万以上，还有这个瓷瓶比斗彩碗还要珍贵，保守估计这些东西50万，不对，远不止50万。钱买了一辈子的翻身机会。老天爷啊，你终于给了我一次机会。从今天起，我赵明轩的命运彻底改变了。玉质通透，水头极好，绝对是上品。5000块钱换来了一整座宝库，但这些东西不能一下子拿出来，他们需要一个合法的身份，一个体面的出处。我的古玩店就是他们的身份。来来来，坐。你那个铺子怎么样啊？还行，正在收拾。王叔，我今天来找您是想请您帮个忙。什么事儿？说。您帮我长长眼，看看这东西怎么样。小赵，这东西你是从哪儿来的？祖上传下来的，家里急用钱，所以想出手。乾隆年间的官窑珍品，这釉色这款式全对。小赵，你这东西可不一般啊。能值多少钱？8000，差不多就在这个价位。这个呢？成色这么好的成化青花瓷瓶，这价格至少也要50万，我吃不下。我既然拿出来了，就是想出手。你要是真想卖，我给你介绍个买家，
他在北京专门收这些东西。我本来就是通过老王牵线搭球，认识些能拿高货的人。成化年间的瓷瓶50万都是少的，等有了这笔钱，先翻修店铺，再慢慢出手其他古董。行，您帮我联系一下买家吧。这是他的地址，你自己去找他。不过小赵，我得提醒你一句，北京的水更深，你小心点，别被骗了。谢谢王叔，我知道。这50万就是我翻身的起点。是老王介绍来的，进来吧。东西带来了，带来了，您长长眼。好东西，真是好东西，胎质薄而轻，细腻如纸，指尖触之温润，正是成花瓷特有的糯米胎。这青花瓷瓶保守估计也要50万，你哪来的？祖上传下来的。不错不错，成化年间官窑珍品，而且保存得很好。我给你55万，小兄弟，以后有好东西还可以来找我。没问题，你说说。没错，55万，东西归我了，你可以走了。谢谢您，以后有货我再联系您。去吧去吧，路上小心点。55万，有了这笔钱，我就能翻修进货，真正开张营业。从此以后，我赵明轩再也不用为钱发愁了。赵老板，这珠子上的漆都起皮了，要不要重新刷一遍？刷完跟新的一样。不用刷，这层漆是民国时期的老漆，刷了就毁了。你只要把起皮的地方清理干净，保持原样就行。不刷漆多难看啊！古董店要的就是这个古字，太新了反而假。多亏当年的人在金丝楠木外面还裹了层榆木，在工人眼中这就只是普通的柱子。赵老板，展柜的底座我调平了，您看看行不行？很好，这排展柜放青花瓷，灯光要暖色调；那边那排放玉器，灯光要冷色调。你们记住了吗？赵老板，您是我见过最讲究的老板，以前装修的客户哪有您这么细的？讲究才能出好东西。等铺子开起来，你们来看就知道为什么了。赵老板，刚来的时候我还觉得您这铺子破的不行，现在收拾出来还真像那么回事儿。这才刚开始，明轩斋以后会是这条街上最有名的店。爸妈，你们来了，进去看看，铺子装修的快差不多了。你把我的话当耳旁风是不是？家都让你搞散了，你还在这花钱给这个破房子装修？儿子，你不是把钱花完了吗？哪来的钱装修？妈，钱的事您别问了，来源干净，没偷没抢。干净？你一个月工资320，你告诉我怎么干净出几万块？明轩，你就告诉你爸爸，我们快急死了。我就说他一个小伙子哪来的那么多钱，不知道是偷的还是抢的呢。今天的施工就先到这儿，大家先回去吧。明轩，爸不是不信你，爸是怕你走歪路。你要是真干了坏事，咱家祖祖辈辈的脸都让你丢尽了。爸，您放心，我没干坏事，我就是在铺子底下挖到了几件古董，我打算开个古玩店，正经做生意。古董都在底下，爸，您别跟任何人说。这些东西是真的？我找专家看过了，是真的。这碗得值多少钱？至少得70-80万。70-80万一个碗？这还是保守估计。那底下还有多少？还有上百件，瓷器、玉器、字画都有。明轩，这些东西是咱家的命，你可得看好了。爸，您放心，我打算把大部分送到拍卖行去，换成钱，再把铺子做大。这家展柜质量好，价格也公道。爸，您越来越懂行了。哼，我虽然不懂古玩，但买东西砍价还是会的。你那些钱
不能乱花。我爸一辈子节俭，1块钱恨不得掰成2半花。他不懂古玩，但他知道这些东西值钱。他帮我盯着装修砍价，是为了让我少走弯路。您是？你就是接手老李房子的赵明轩，我姓马。老李打电话给我，说你这边有好东西，让我一定来看看。这是李老爷子在帮我。马老师，您长长眼。明宣德青花缠枝连纹盘，官窑珍品，你从哪儿收的？铺子底下挖的，老李叔的铺子，他把东西留给了我。老李这人一辈子收藏，能把东西给了你，说明你不是一般人。这是成化斗彩，不枉我们从上海赶过来。这东西我搞收藏30年，只见过2次。明轩，你有多少件这样的东西？数十件。马老师，我没有什么背景人脉，这些东西在我手里，我怕糟蹋了，所以想请您指点。你想让我怎么指点？我想把这些东西送到拍卖会上，让他们堂堂正正的见光。但我不懂拍卖的规矩，也不认识拍卖行的人，您能不能帮我引路？好小子，你知道请我当顾问要花多少钱吗？您开价，只要我能给得起，但我想跟着您学真本事。行，这个忙我帮了。小赵啊，赶紧准备一下，下周来上海一趟。我认识上海国际拍卖行的总经理老戴，他们春拍在即，正好缺重量级的瓷器。好，马老师，我这就准备。成化斗彩碗如果能拍到80万，扣除佣金也能到手60多万，加上之前卖瓷瓶的55万，我手里就有100多万了。李叔，您留在铺子底下的这件宝贝要见光了，我不会辜负你。这一趟上海只能成功，不能失败，成败在此一举。赵先生，老马跟我提过你，东西带来了吗？带来了，您长眼。好东西，成化斗彩，品相完美。小王，你也看看。开制细腻，釉面莹润，青花发色淡雅，斗彩填彩精准。款识大明成化年制，6字2行，笔法圆润，没问题。赵先生，我们几个专家意见一致，是真品。您打算送春拍吗？对，我想尽快。我们给的估价是90万到120万，起拍价90万，每次加价不低于5万，佣金按成交价的15%收取。您看看合同，没问题就签字。戴总，我能自己到现场看拍卖吗？当然可以，我们欢迎藏家亲自到场。春拍定在下个月中旬，到时候我会给您寄邀请函。赵先生，这件东西我们会放在图录的封面位置重点推荐，您放心，一定能拍出好价钱。谢谢戴总。老戴，赵先生是我朋友，你得多关照。那是自然。这就是成化斗彩碗吗？这件成化斗彩品相真好，估计得拍到150万以上。我觉得不止，你看那釉面跟新的一样，少见。听到没？市场反应很好，我打听了一下，已经有7、8个藏家登记要竞拍这件了，希望到时候能卖出好价钱。放心吧，这件东西不会让你失望。90万到120万只是估价，真正的战场在拍卖会那天。下一件成化斗彩碗，品相完美，来源清晰，起拍价90万，每次加价不低于5万。90万、95万、100万、110万、150万，还有没有？150万一次，150万2次，155万，155万一次，155万2次，155万3次，成交。155万，比我预想的还要高，一个碗155万。赵先生，恭喜恭喜！这件碗创了我们春拍瓷碗的最高价。谢谢戴老师。赵先生，您上次说还有几件？有，不过我想先缓缓，等我把古玩店开起来，再送来下一件。理解理解，随时恭候。明轩，怎么样？妈，
卖了155万，真的，155万一个碗。对，爸，您没听错，155万，这只是第一件，接下来我的古玩店要开起来了。明轩，咱们放挂鞭，庆祝庆祝。妈，低调点儿。放怎么不放？我儿子一个碗卖了100多万，凭什么不放？明轩，你这是发大财了。钱婶儿，就是古玩店开张了，以后多来捧场。赵明轩，街坊邻居都在说你发了，一个碗卖了100多万。我告诉你，离婚的时候你1分钱没给我，今天不给我50万，这事儿没完。孙雅，离婚协议写得清清楚楚，财产各归各。你今天来是来敲诈的。敲诈？你跟雅雅结过婚，她跟了你3年，你发达了就想甩干净，没门儿！今天不给钱，我就砸了你的店。这里是5万，拿上，走人。5万？你打发叫花子呢？我要50万。爱要不要？不要1分都没有。我告诉你，我现在认识律师，你再闹就是敲诈勒索，够你进去蹲几年。赵明轩，你狠！以后别让我再看到你。从此恩断义绝，各走各路。这件能值多少？这件比碗小，但玉质好，估计20-30万没问题。20-30万，就这么一个小东西？妈，古玩这东西不看大小，看年代，看工艺。以前觉得你败家，现在才知道你是真有眼光。爸，不是我眼光好，是运气好。李老爷子把铺子卖给我，把宝贝留给我。老板，这件什么价？您真有眼光，这是清乾隆五彩龙凤纹盖冠，品相完整，18万。18万，东西是不错，能便宜点？明码标价，我可以给您出鉴定证书，保真。行，我要了。18万，就这么卖出去了？妈，这才刚开始。马老师，您还亲自来一趟，路上辛苦了。赵先生，你今天开业，我肯定要来捧个场的。赵先生，您这些东西品质都不错，我建议您不要光在店里卖，可以继续送拍。拍卖会上的价格比店里高得多。您说的对，我打算1年送2-3件，把名气打出去。明智。另外，你有没有想过开个鉴定所？现在市场上假货太多，很多人不敢买。如果您能出具权威证书，生意会更好做。鉴定所，我正有这个想法。我有个朋友在文物局，可以帮你问问手续。那太好了，麻烦马老师了。古玩店开起来了，鉴定所也要尽快落地。有了鉴定所，我的东西就有了权威背书，客户也更放心。等鉴定所批下来，我就把明轩斋做成品牌。但我要提醒你，鉴定所的责任很大，一张证书出去就是几十万、上百万的生意，你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。张处长，您放心，我做鉴定只出真品证书，假的一律不收。好，我相信你，手续我给你批了。谢谢张处长。明轩，你这是越做越大了。妈，这才哪儿到哪儿？你爸我在厂里干了一辈子，连个车间主任都没当上。你倒好，30出头就开了这么大的铺子，还有鉴定所了。爸，没有您和妈的支持，我走不到今天。这位是赵明轩，我的小友。别看他年轻，眼力很准。他送拍的那件斗彩碗，你们都见过。那件碗确实好，赵先生，以后我们有东西想鉴定，就来找你，随时欢迎。古玩店开了，鉴定所也开了，接下来我该出去走走。光守在武汉不行，古玩这东西得去产地，去老窑口，去古玩市场1线，才能练出真眼力。手里有钱，心里不慌，该出去学本事了。小伙子，
眼力不错啊。这块是明代的，50块拿走。仿的，胎质太疏松，釉面也不对。行家呀，那你看看这件。这件怎么卖？1万，不讲价，成交。这件是康熙官窑瓷器，至少值30万，浅陋的感觉真好。来景德镇3天，花了1万块买了这件东西，如果老马看了，至少估价30万，这就是眼力的价值。出来这一趟，值了。年轻人想看什么？老师傅，我想跟您学学怎么看瓷器的胎釉。学这个得吃苦。我不怕吃苦。你摸一摸这2片，感受一下区别。年轻人，你是我见过最好学的，好多来学的人3天就走了。老师傅，我是真想学，以后开古玩店，眼力不行会被人骗。行，我教你最后一个本事，看底足。瓷器真假7分在底足。这一趟景德镇值了。相比古玩来说，这种眼力才是最大的财富。景德镇，谢谢了。下一站，西安。这幅画怎么卖？800。落款虽然模糊，但印章的布局和书上的记录一模一样。这件东西10有8九是真迹，先收着，回去找老马长眼。来西安第2天就捡了这么大一个漏，如果是真迹，至少值50万。这一趟出来收获太大了。小伙子，眼力不错，你师从谁？自学，在景德镇跟一位老工匠学过看瓷器。好学是好事，但古玩这行光看书不行，得上手。我收藏了40年，交了几百万学费。老先生，您能教教我吗？你看看这件，是真是假？胎釉都对，但款式的笔锋不对，应该是晚清仿。好，小伙子，你有前途。我老了，这些东西带不走。你要是愿意，挑几件拿去，价钱好商量。老先生，我不敢挑。您要是信得过我，我帮您整理一份目录，以后送拍或者转让，我帮您联系。你这个人有意思，别人来了都想占便宜，你倒好，想帮我。老先生教我看东西，我帮老先生做事，应该的。好孩子。你这样的人现在不多了。老先生，您这话说的，我就是个晚辈，应该的。老先生，一共47件，瓷器22件，字画15件，玉器10个，其中1级品至少8件。好，等等，这件东西送给你。老先生，这太贵重了，拿着。这是汉代的，不值什么钱，但是个念想。瘦了。妈，我没瘦，外面吃的挺好的。走吧，车在外面。爸，您开车来的？借的。你不是说淘到好东西了吗？快回去看看。这些都是你买的？花了不到2万，但这些东西至少值100万。明轩，你现在眼力这么厉害了？爸，我这趟出去学了2个月，景德镇看瓷器，西安看字画，还认识了一位老藏家，教了我不少东西。好儿子。明轩，可算找到你了！听说你发了大财，在武汉开了古玩店。哥，你这铺子真气派啊！叔，婶儿，
你们怎么来了？大嫂，我们可是想你们呀。小豪想在城里找份工作，明轩你安排一下。小豪，你会什么？什么都能干，给个店长当当呗。店长？你连古玩真假都分不清，当什么店长？我这边不缺人，你们去找别的地方吧。说婶儿，不是我不帮忙，我这行没本事干不了，你们去别处问问。有些人从一开始就不能惯着。康熙青花山水人物罐，还这么完美，你多少钱收的？1万。1万？这东西至少值30万，你眼力见长啊！这是清代4王之一的作品，你看这用笔、这墨色、这印章，真迹。你多少钱收的？800。800块收一幅4王的画，赵先生，你这一趟出去捡了2个大漏，这幅画送拍至少50万。马老师，这2件都交给您处理，我信你。赵先生，您现在手里有多少件藏品？地窖里还有40-50件，加上新收的，大概60件左右。够了，我建议你明年办一个私人收藏展，把好东西集中展示一次，到时候我帮你请媒体、请藏家，名气一下就出去了。收藏展，这个主意好。不过我想再准备1年，多收一些精品。好，我帮您策划。从西安回来，手里又多了几件精品，接下来该去郑州和南京看看了。古玩这行，眼力是靠跑出来的。商代晚期的纹饰风格，秀色也对，这要是真的，可就不是小漏了。哎，这东西不错，老板多少钱？5000。5000，我要了。兄弟，这东西是我先拿起来的。你先拿起来的？你付钱了吗？古玩行的规矩，谁先付钱是谁的。这人也是行家，而且下手狠，不能跟他磨蹭，得直接出价。老板，我出1万。你什么意思？抬杠是吧？老板，东西我先看的，价我出的高，你卖给谁？这顶归你了。行，你有种，别让我再碰上你。还好拿下了，但这个人来者不善。字形和商代晚期的金纹特征完全一致，秀色也是自然形成的层次感，不是做旧的。这件东西不是8成，是10成真品。商代青铜鼎，带铭文，品相完整，市场上至少50万起步。如果送到大拍，80、90都有可能。今天那个眼镜男出手比我快，眼力也不差。郑州这地方水深，明天再去市场得留个心眼。兄弟，你是行家吧？我手里有件东西，想找人看看。什么东西？快拿出来！东西不错，你想卖？急用钱，你出多少？糟了，那家伙看见我们了，得速战速决。3万，现金，现在成交。行。兄弟，眼疾手快啊，又捡着什么好东西了？让我开开眼。没什么，一个普通的老玉剑。我看那个人的东西不一般，你这运气也太好了吧！昨天抢了我的鼎，今天又抢。兄弟，古玩行各凭眼力，各凭本事。你要是觉得不服气，下次出手快点。行，你狠，但你记住了，郑州是我的地盘，别让我知道你手里有什么好东西，
否则，这个人不光是眼力好，心术也不正，得尽快离开这儿了。郑州收获不小，下一站南京。老板您好，小伙子想看点什么？随便看看。老板，这件怎么卖？那件不卖，是我自己收藏的。老板，我是武汉开古玩店的，真心喜欢这件东西，您开个价，我不还价。你眼力不错，这件宣德青花盘我跟了30年，你要是真心要，60万拿走。行，我明天带钱来。年轻人，你是做什么的？我就是个开古玩店的，东西好，价钱合适，我就收。这件东西我跟了30年，舍不得卖，但儿子在国外需要用钱，没办法，你好好待他。您放心，我一定会的。这种品质的宣德青花盘至少值150万，值了！好消息，那幅四王画拍出62万，康熙清华罐拍出36万，2件加起来扣除佣金后，到手近90万。赵先生，您现在手里的现金加上这批新收的东西，身家已经过1000万了。钱是数字，东西才是真的。马老师，我明年想办一个私人收藏展，您帮我策划一下。没问题。不过您现在的藏品还不够系统，建议再收一些专题性的东西，比如成化瓷、明代玉器。好，我接下来去一趟香港，那边的拍卖会好东西多。这是需要补充的藏品类别、预算、渠道。马老师，香港那边你有熟人吗？有，我认识佳士得的亚洲区顾问，可以帮您引荐。太好了，下个月我就去香港。明轩，你要去香港？那边拍卖会好东西多，我想去看看。去吧，爸现在信你，你做什么爸都支持。赵先生，您看这件明成化斗彩鸡缸杯，这次拍卖的封面拍品，估价8000万港币。好东西啊，可惜我暂时还买不起。不急，慢慢来。您先看看其他拍品，有合适的我帮您留意。起拍价50万，价高者得。55万，60万，65万，65万，75万，还有没有更高的？80万。好的，85万。这边给到了90万，目前是全场最高。90万，溢价太高了，不值得。接下来是明代玉带版，起拍价30万，每次加价5万。35万，40万，还有没有更高的？55万一次，55万2次，55万3次，成交。这件东西品相好，价格合理，有眼光。55万拿下这件玉带版不算便宜，但东西好，值。香港这一趟虽然只拍到1件，但见识了不少好东西。明年收藏展之前还得再跑几趟。老板，这件怎么卖？这件是康熙的，18万港币。这是光绪仿的，3万港币，我要了。行价，3万就3万。光绪仿康熙虽然是仿品，但画工不错，也有收藏价值。3万港币不贵。小赵，你现在的藏品已经很有规模了。马老师，
收藏展的事儿，咱们开始筹备吧。好，我已经拟了一个初步方案，时间定在明年秋天，地点就在你这6间铺面打通后的展厅。展品分瓷器、玉器、书画、青铜4个单元，预计展出80件。80件，我们够吗？你递交里40-50件，加上新收的30多件，再借几件朋友的，够了。好，就这么办。您好，请问这铺子是做古玩的吗？对，明轩斋刚开不久。我对古玩很感兴趣，能进去看看吗？请进。这是康熙的吧？发色翠蓝。你懂瓷器？学过一点，我导师是研究陶瓷史的，跟着他看过不少标本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林诗，我是中央美院的博士生，住在这条胡同的后面。那我们是邻居，以后有空常来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我正愁找不到地方看实物呢。书上看的再多，不如上手一件真品。这件是清中期的白玉瑞兽，你拿在手里感受一下。真好，这才是真正的玉，温润如纸。赵先生，谢谢你今天让我看了这么多好东西，我以后能经常来吗？当然，我下个月要去一趟河南，回来以后会带一些新东西，到时候你来看。一言为定。这个女孩看古玩的时候眼睛里有光，她不是那种为了赚钱才来的，是真的喜欢。你画的真好，这件清华观的纹饰被你画活了。还差得远，我就是想通过画画来理解器物的造型和纹饰。你这个方法很好，很多老藏户也是通过临摹来学习鉴定的。这件是宣德的，我刚从南京收的。你画一画，感受一下明代早期的绘画风格。宣德青花太珍贵了，我怕画不好。没事，画坏了东西也不会坏，你只管画。赵先生，你这些古玩都是怎么收来的？去乡下吗？到处跑，景德镇、西安、郑州、南京、香港，哪里有好东西就去哪里。真好啊，我也想到处走走看看，可惜还是学生，没钱也没时间。等你毕业了，有的是机会，到时候你要是想去，我可以带你走一趟。真的？真的，你对古玩有热情，又懂美术史，是个好苗子。赵先生，我请你吃饭吧。谢谢你让我画了这么好的东西。不用，你是邻居又是同行，别这么客气。要的，胡同口新开了一家小馆子，味道不错，走吧。赵先生，你当初是怎么想到开古玩店的？说来话长，简单说就是运气好，挖到了几件东西。挖到的？在哪挖的？就在这铺子底下。原来的房主李老爷子把铺子卖给我，把东西也留给了我。天哪，这不是跟小说一样吗？生活比小说还离奇。我导师说学美术史不能只看书，必须上手看实物，所以我特别羡慕你，天天跟这些宝贝在一起。你也可以，等你毕业了，如果想来我店里工作，随时欢迎。赵先生，你是认真的？认真的，我缺一个懂美术史、能写能画的人，你合适。谢谢你，我会认真考虑的。林氏这个人真诚、单纯、有才华，如果他愿意来店里，是件好事。赵先生，我想好了。想好什么？等毕业了，我想来你店里工作，不是为了钱，是真的喜欢这些古玩，想跟他们在一起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也许铺子带给我的宝贝不仅仅是那些古玩。那件宣德青花盘，经过2个月预热，最终在香港家市以180万港币成交，扣除佣金后到手150多万。小赵，恭喜啊！这件东西创了你个人的新高。谢谢马老师，不过卖了有点舍不得，品相这么好，以后不好找了。但你现在需要现金筹备收藏展，等名气打出去，好东西自然还会来。您说的对。对了，收藏展的方案我看了，展品清单要调整。我想把玉器和青铜器分成2个独立单元，各20件。好，我回去重新设计展层方案。
赵先生，这个清单上的字画只有8件，会不会太少了？瓷器40多件，比例不平衡。你说的对，字画是我藏品的短板，收的不多。我导师那里有古代字画的图片资料，我可以借来参考。另外，我认识几位收藏字画的老师，可以帮您问问有没有愿意借展的。太好了，你帮我联系，借展费用不是问题。没问题。赵明轩，没听说过，不过既然你推荐，应该不差。他手里有什么好东西？这是他的部分藏品。这件宣德青花盘在佳士得拍了180万，这件康熙青花罐是他在景德镇捡漏的，还有这汉代玉璧是他在郑州收的。东西不错，他想要借字画。对，他打算办私人收藏展，瓷器、玉器、青铜器都很强，就是字画少了些。您能不能帮他联系几位藏家？行，我帮你问问，但有个条件，展览的时候我要去亲眼看看他的藏品。没问题，赵先生一定会很欢迎您。小赵，你这些藏品水平很高啊，尤其是这几件明代瓷器，国内博物馆都少见。李教授过奖了，我就是运气好。我听林师说，这些东西大部分是你下乡收的。对，景德镇、西安、郑州、南京，到处跑。年轻人肯吃苦，又有眼光，难得。字画的事儿，我帮你联系了3个人，一共12件，都是明清名家真迹。太好了，谢谢李教授。这下平衡多了。瓷器42件，玉器20件，青铜器14件，字画20件，完美。这次多亏了你，要不是你请李教授帮忙，字画这块根本撑不起来。我就是跑跑腿，主要还是你的东西好，李教授才愿意帮忙。林师，等展览结束，你毕业了，来我店里正式上班吧，我给你开工资，比外面高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半年后收藏展就要开了，到时候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那些地底下挖出来的东西不是废物，是历史，是文化，是几百年的魂。6间铺面全部打通后，总面积近1000平，足够做一个小型博物馆。赵先生，您这6间铺面全部打通后，总面积近1000平，所以展厅可以分成4个区域：瓷器区、玉器区、青铜器区、书画区。瓷器区用暖光，暖光照出来釉面温润；书画区用冷光，冷光不伤纸本。赵先生，您比我还专业，他是行家，你按他说的做。赵先生，这件青铜鼎的来源怎么写？你在郑州收的，但具体出土信息不知道。写私人收藏，来源有序就行。我们不知道出土信息，不能乱写。好。林师来了以后，很多琐事都不用我操心了。他有耐心又细心，比我强。总算弄完了，96件，1件不落。辛苦了，晚上我请你吃饭，这回不许退。那我可不客气啦。赵先生，祝你的收藏展圆满成功。到时候你来，我给你留最好的参观位。我当然要来，我还要带我导师和同学们来，让他们看看什么叫真正的古玩。欢迎。赵先生，你这些古玩里面最珍贵的是哪一件？你跟我来。这件橙花斗彩碗，我卖出去的第1件，也是我这辈子最舍不得的一件。它真美，你把它卖了，不后悔吗？后悔过，但当时需要用钱，现在我想把它赎回来。还能赎回来？买家我认识，他答应过，如果要转手，优先卖给我。下半年他可能要出手，我已经准备好了钱。真好，东西还是回到主人手里才算圆满。开博物馆，把这些东西都捐出去，让人人都能看。你真是个好人。赵先生，开幕式邀请的嘉宾名单我拟好了，文博界专家、收藏家、媒体，一共80人。再加一个人，李教授，他是林师的导师，这次字画借展全靠他帮忙。好。赵先生，您看这2幅放一起行不行？一幅山水，一幅花鸟，风格差异太大。你说的对，把花鸟换到对面那面墙，跟另一幅花鸟放一起，山水单独一个区域。赵先生，我现在特别有成就感。这些说明牌是我写的，这些字画是我挂的。所以你是这个展览的策展人？
策展人，我？对，等开幕式的时候，我会告诉所有人，林诗是这次展览的策展人。赵先生，谢谢你。是你应得的。赵先生，人都到齐了，可以开始了。各位来宾，欢迎光临明轩斋藏珍展。这些古玩是我用几年时间收来的，今天拿出来不是为了炫耀，是为了让更多人看到中国的好东西还在中国人手里。这件成化精华，我在国内博物馆都没见过这么好的品相。小赵确实厉害。是啊，年纪轻轻能有这样的收藏规模不简单。明轩，这些人都在夸你，爸因为有你感到骄傲。爸，您脸上有光，我就知足了。林诗，今天你辛苦了。不辛苦，我喜欢跟他们聊这些。我想好了，等展览结束，你就来店里正式上班，职位策展部主任，月薪你开个价。赵先生，别叫赵先生了，叫我明轩。小诗，今天辛苦你了，晚上来家里吃饭，阿姨给你做好吃的。阿姨不用客气，要的，你帮明轩这么多，阿姨得谢谢你。小诗，来吧，你叔叔我亲自下厨。你家真温馨。我妈爱收拾，以前在老家也是这样。小诗，来，先尝尝你叔叔的红烧排骨。阿姨，我帮您端菜。不用，你坐着。你们赶紧啊。这个家好久没有这么热闹了。明轩，爸这辈子没服过谁，但服你，你能有今天，全靠你自己的本事和魄力。爸，没有您和妈，我走不到今天。赵先生，这1个月来有7家拍卖行想跟您合作，15位藏家想买您的东西，您打算怎么处理？东西暂时不卖，我现在不缺钱，合作可以谈，但我要选靠谱的。明智，您现在不是小贩了，是收藏家，身份不一样了，做事方式也要变。马老师说的对。对了，我上次说的那件成化斗彩碗，买家联系了吗？联系了，那位藏家说，如果您真想赎回，他愿意原价让给您，毕竟您是第一任主人。好，多少钱买的，多少钱赎，我不占他便宜。赵先生，有件事儿我一直想跟你说，你现在藏品规模这么大，明轩斋只是个店名，不够大气。你有没有想过注册一个明轩文化的品牌？文化公司？对，把古玩店、鉴定所、收藏展都整合进去，以后还可以做艺术品基金、文化出版。这个主意好，你帮我办手续。好。林诗，你猜这是什么？你把它赎回来了。对，原价155万，他回家了。真好，他终于回来了。是啊，东西还是回到主人手里才算圆满。这一刻，我觉得一切都值了，不是为了钱，是为了这些宝贝，为了懂他们的人。等公司注册下来，你就是文化总监，负责展览策划、学术研究。文化总监？我还是个刚毕业的学生。你是中央美院的博士生，导师是李教授。你给收藏展写的说明牌，老马看了都说好，你够格。明轩，谢谢你，我一定会好好干的。这是店里的钥匙，你是自己人了。明轩，我有个想法，咱们能不能把收藏展的内容整理成一本书，图录加上学术文章，以后可以作为学术资料。这个主意好，你来主编找李教授写序。好，我明天就去请李教授。明轩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特别庆幸那天路过了你的铺子。那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相遇之一。缘分这东西，该来的时候自然会来。在一个普通的下午，在一间古玩店里。赵先生，您的藏品我们看了，质量很高，尤其是这批明代瓷器，有几件是国内博物馆缺的。馆长，您需要哪几件？我可以借。我们需要3件：明宣德红釉描金云龙纹碗、乾隆粉彩百鹿尊、宋歌谣青釉葵花玺，借展期1年。没问题，但我展品需要标注出处明轩斋藏。这个自然。博物馆借展，这是对我们藏品的最高认可。明轩，我从李教授那儿得到消息，香港那边有一场秋季大拍，有几件重量级的东西，你要不要去看看？去，不过这次你跟我一起去，你是文化总监了，该见见世面。真的？我能去香港？能。
机票我出，酒店我订。那就谢谢赵总了。明轩，你看那件明成化斗彩四季花卉纹碗，估价1500万，这要是能收藏一件，博物馆的档次就完全不同了。1500万，我现在还买不起，不过可以先看看别的。赵先生，这件东西品相完美，估价300万，您要是感兴趣，可以试试。好东西，这件可以举牌。恭喜赵先生以380万的价格拿下清乾隆粉彩摆鹿尊，恭喜赵先生以90万的价格拿下明代黄花梨笔筒。明轩，太好了！小赵，今天已经花了470万，预算还剩多少？还剩不少，放心。这块地是正阳街旁边的空置厂房，3000多平，我已经谈好了，准备买下来改建博物馆。3000多平，那得多少钱？厂房加改建预算800多万，我手里现金加上藏品抵押贷够了。800万，会不会太冒险了？不冒险。博物馆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梦想，钱没了可以再赚，机会错过了就。赵先生，这里可以改造成3层，1层做常设展，2层做临展厅，3层做办公和库房。库房要恒温恒湿，安保系统要最先进的。没问题，工期预计1年。展厅动线我来设计，保证让观众不走回头路。好，交给你。500万购买一套豪宅，够环游世界。但我选择建一座博物馆，因为那些古玩不仅仅属于我，它们属于这个时代，属于后人。这面墙要留出来，挂巨幅海报。对，就是这里。林师，你越来越像个包工头了。包工头也是你雇的。我去看看3楼的库房，温度控制系统得盯紧点。明轩，你觉得这个展柜放在中间还是靠墙？靠墙，中间留出空间给观众走动。好。擦擦手，你都成灰人了。值得。博物馆开馆那天，看到观众站在我设计的展厅里，我就满足了。明轩，你和小诗处的怎么样了？妈，我们就是同事。同事？你骗谁呢？你俩天天在一起，比夫妻还夫妻。明轩，你妈说的对，你也不小了，该成家了。小诗那姑娘，我和你妈都喜欢。爸妈，我心里有数。明轩，你找我？林师，我爸妈问你什么时候去家里吃饭啊？叔叔阿姨要见我？不是要见你，是想见你，他们挺喜欢你的。那周末吧，我买点水果去。好。小诗，你来了，快坐，阿姨给你炖了排骨。阿姨，您太客气了。小诗，以后常来，家里热闹，我们高兴。你爸妈真好，我爸妈在外地，1年见不了几次。以后武汉就是你家，你想来就来。明轩，我有个问题想问你。问。你对我是什么想法？我以为你知道，从你第一次来店里的那天，我就觉得你不一样。那你为什么不早说？因为我想等博物馆建起来，用最好的姿态跟你说。傻瓜。这是汉代白玉镯，我收了好几年，一直没舍得卖，现在我想送给你。明轩，这太贵重了。东西再贵重，你都值得。这个姑娘是我学生，有才华，有热情。赵明轩有她帮忙，是他的福气。是啊，两人珠联璧合。老猴子，明轩出息了。他一直是我们的骄傲。明轩，你实现了你的梦想。不，是我们一起实现了它。没有你，这个博物馆不会这么完美。那接下来你还有什么梦想？接下来我想娶你。李师，嫁给我好吗？
明轩，你终于成家了，你爸妈盼这一天盼了好久。千婶，谢谢你。小诗，以后你就是我闺女了。明轩要是欺负你，你跟妈说。阿姨，不，妈，明轩不会欺负我的。我赵德生这辈子没什么本事，但我有个好儿子，现在又多了个好儿媳，我知足了。爸，您别这么说，没有您和妈，就没有我的今天。这一刻，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。钱可以再赚，文物可以再收，但家只有一个。明轩，今天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一天。以后每一天都会比今天更幸福。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说话？跟你学的。小赵，我从认识你到现在快20年了，眼看着你从一个穷小子变成大收藏家，又建了博物馆，你这一辈子值了。马老师，没有您，我走不到今天。您是我命中的贵人。贵人不敢当，是你自己有眼光，有魄力。马老师，这本明轩博物馆藏珍送你，里面有您的名字，您是学术顾问。好，好。明轩，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卖掉这只碗的时候吗？记得，那时候我缺钱，不得不出手。后来我赎回来了，因为我答应过自己，好东西不能流出去。你做到了。这只碗走了很远的路，它流过浪，被卖过，但最终还是回来了。20年前所有人笑我傻，20年后他们说我有眼光。其实我只是比别人多看了一步。那些地底下埋着的不只是古董，那是几百年的魂。我只是替这个时代把他们放回了阳光家。